欢迎收听 The Deep Dive。今天是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聊你传来的这一大叠资料，全部都跟苹果的穿戴式装置有关。看起来他们最近动作真的很大。对，这些资料来源还蛮杂的，有那种科技媒体挖出来的独家泄密，有新闻分析，甚至还有 Reddit 论坛上吵翻天的讨论串。拼凑起来看，其实蛮有意思的。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资讯兜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出背后真正的故事。苹果到底想干嘛？他们打算怎么把 AI 塞进我们的耳朵里，就是 AirPods， 还有眼居上那个传闻中的智慧眼镜。那这对那台贵得吓死人的 Vision Pro 又代表了什么？好了，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先从最劲爆的那个泄密消息开始好了。有报道说有人在 iOS 26的早期内部测试版程式码里面挖到了苹果智慧，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准备在2026年春天给 AirPods 来个大升级的证据。对，听起来这可不只是音质变好这么简单哦。说穿了，苹果就是想让 AirPods 不再只是个听音乐的工具。他们要把 AirPods 变成一个懂你周遭环境的 AI 助理，这是一个定位上的根本转变，从一个配件变成一个主要的互动界面。好，我们来看看几个泄露的功能。第一个叫情境感知提醒，你可以对着 AirPods 说，提醒我到商店时要买面包。老实说 ，Siri 现在也能做到类似的事，但常常出错。所以这次的关键到底是真的 AI 变聪明了，还是只是行销话术？我觉得关键在情境感知这4个字。以前的 Siri 是你下指令，它执行，但新的模式是 AirPods 会利用 iPhone 的 GPS， 知道你真的走进商店了，那个时候才跳出提醒。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运算，科技退到背景里，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能在最刚好的时间点帮你一把。OK， 这个我懂。但接下来这个就真的让我有点看不懂了。视觉查询整合，报道推测 AirPods 可以跟 iPhone 的相继联动，来辨识你眼前的东西。等等，视觉查询，这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哦。怎么说 ？AirPods 又没有镜头，它要怎么看到东西？你点出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点，这也是论坛上大家吵翻的地方。一种可能是它会触发你 iPhone 的相机，但这样还是要掏手机，好像有点笨啊。对啊。所以 Apple Insider 提出了另一个更激进的推测，这可能是在未来的硬体铺路。他们认为苹果可能正在开发带有微型红外线感测相机的 AirPods， 专门用来做电脑视觉。哇，所以以后的 AirPods 不只能听，还能看。这听起来有点科幻，但又好像很合理耶。还有一个代号很神秘，叫 Conversation Breakthrough VQA， 这又是什么？这部分资料很少，但 VQA 通常是视觉问答，就是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的缩写。视觉问答？对，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它可能结合了视觉和对话情境。比如说，你的 AirPods 透过 iPhone 的前置镜头或未来的眼镜，知道你正在跟人面对面讲话。这时候，就算有新的讯息进来，它也会判断这个通知不重要，就不会打断你们的对话。所以它不只是听到你在说话，它还能看到你在跟人说话。所以说，苹果这是在下一盘大棋，不只是让耳机变聪明而已。没错，这整件事如果拉高层次看，你会发现苹果正在彻底重新定义 AirPods， 它不再是 iPhone 的附属品，而是苹果 AI 生态圈的先锋部队。这也跟传闻中 Siri 要大改版，甚至可能整合 Google Gemini 模型的说法不谋而合。Siri 未来的大脑可能需要一个更聪明的感官，而那个感官就是 AirPods。而且这个转变不只发生在我们听的东西上。如果说 AirPods 是把 AI 放进耳朵，那资料里提到的下一个战场，显然就是我们的眼前了。对，这里的风向转变非常大，好几家媒体，包括彭博社和9to5Mac 都指出，苹果内部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什么决定？
他们把比较平价版的 Vision Pro， 也就是传说中的 Vision Air 给暂停了，然后把所有资源都砸去开发智慧眼镜。这一步棋很奇怪耶，苹果很少做这种看起来像是在追赶别人的事，为什么突然这么急？因为 Meta 跟 Ray-Ban 合作的智慧眼镜已经卖超过200万副了，而且他们还刚发表了带有显示器的新版本，叫 Meta Ray-Ban Display。哦，那个我知道，一台卖$799。对，这等于是直接打了苹果一巴掌。苹果的策略一直是不求第一，但求最好，就是 not first but best。但这次 Meta 的速度和市场接受度显然让他们紧张了。所以苹果的应对方案是什么？根据报道，他们好像有2手准备。是的，一个是代号 N50 的无显示器版本，基本上就是冲着现在的 Meta Ray-Ban 来了，有相机、麦克风、喇叭，但一切运算和连线都靠 iPhone， 高度依赖 Siri 和 AI 来互动。预计什么时候？预计2026年发表，2027年上市。听起来就像是把我们刚刚聊的 AirPods 的 AI 概念直接做成一副眼镜戴在脸上。听起来是这样没错，但我觉得加上眼睛之后，整个游戏规则就完全不同了。隐私的问题、社会观感的问题，都会比单纯的耳机复杂100倍。这倒是。而苹果的第2手准备就是直接对决 Meta 的有显示器版本，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原本听说要2028年，但现在看来他们正在拼命加速。但 Meta 已经领先这么多了，苹果现在才追，真的来得及吗？所谓的生态系整合，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让消费者愿意等苹果吗？我认为这就是苹果最大的赌注。Meta 的眼镜说到底还是个配件，它的体验跟你的手机是脱钩的。但苹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想象一下，你戴着苹果眼镜，看着一栋建筑，直接问 Siri， 这栋楼是什么时候盖的？ Siri 透过眼镜的镜头看到，然后直接在你的 AirPods 里回答你。哇，这种无缝的体验是 Meta 很难复制的。他们的目标不是取代 iPhone， 而是把 iPhone 的体验延伸到你的脸上。Mark Gurman 的分析也提到，苹果的硬体制造工艺可能会比 Meta 的好上一个档次。OK， 那问题来了，如果苹果现在全力冲刺这种轻便跟 iPhone 紧密结合的智慧眼镜，那台又大又贵的 Vision Pro 该何去何从哦？你给的资料里对它的评价完全是天差地远耶。一方面有人说它是销售惨败，甚至传出已经停产了。惨败这个词很重，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啦。LinkedIn 上有文章整理了很多早期用户的抱怨，主要就是3点：第一，太重，根本没办法戴太久；这点很多人讲。第二，续航力太差，只有2个小时左右；第三，最致命的，缺乏杀手级应用。到2024年底，原生 App 居然还不到3000个。2小时续航力，我看一部电影都看不完，电就没了。很难想象要怎么把它融入日常工作。连 Mark Gurman 都很狠呢，在一个问答里直接说，私下看来这可能是提姆库克时代最大的失败产品。的确很重，但有趣的是，我们不能只看这一面。没错，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在 Reddit 的 Vision Pro 讨论版上，有用户就分享了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的报告，说法完全相反耶。报告指出 Vision Pro 在2024年第3季全球上市后，销量跟第1季相比，居然暴增了211%， 2倍多。对，而且在那个季度，它占了整个 AR/VR 市场营收份额的9%。这里的关键字就是营收。一台 Vision Pro 可以买7台以上的 Meta Quest 3，所以就算卖的数量不多，营收占比也会非常可观。有道理。这就带我们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 Vision Pro？ 所以说它的成败不能只看现在卖了多少台，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帮苹果铺好未来的路。完全正确，连库克自己都承认，这东西本来就是给早期采用者和开发者的。
把它看作一场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公开实验可能更准确。公开实验，这个说法有意思。对，就像 Gurman 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的，如果 Vision Pro 的技术探索最终能催生出一副成功的、轻便的、大家都能负担的 AR 眼镜，那这笔投资就值得了。它更像是一个技术展示和探路石。而且它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逼得 Meta 这种对手必须赶快提升自家产品的品质。比如 Quest 3的影像穿透功能，那个 Pass-Through Video 就比 Quest 2好太多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被 Vision Pro 刺激到的结果。有道理。但不管是更聪明的 AirPods， 还是更轻便的眼镜，甚至是下一代的 Vision Pro， 如果没有够强大又省电的晶片，这一切都只是空谈。你提供的资料里有一篇关于台积电的文章，我觉得那才是这整个故事真正的核心。没错，那篇文章点出了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关键：苹果跟台积电的关系早就不只是一般的客户和供应商了。苹果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贡献了超过25%的营收，这数字非常惊人1/4的营收都来自苹果。对，但这不只是订单量的问题，那是什么？远不止如此。他们是一起开发晶片制成的伙伴，从5奈米到3奈米，都是苹果投入大量资源跟台积电共同研发，然后苹果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客户，把产能几乎都包下来。等于说，最新的技术都先给苹果用。没错，接下来台积电要推出的2奈米制程，毫无疑问，第一个用的也将会是苹果。所以这等于是苹果的秘密武器。你可以这么说。这种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给了苹果一个巨大的不公平优势。当三星和英特尔还在追赶的时候，苹果已经能用上全世界最先进、最省电的晶片了。这让他们有本钱去设计那些功耗要求极高的穿戴式装置。不管是未来内建 AI 的 AirPods， 需要即时运算的智慧眼镜，还是传闻中搭载 M5 晶片的下一代 Vision Pro， 这是一个完美的双赢循环。对，也让这两家公司能持续甩 K 竞争对手。所以，我们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苹果的策略正在转向，他们正从 Vision Pro 那种独立、笨重的空间运算，转向一种更轻巧、更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体验。没错。未来的 AI 将会存在于你的耳朵里和你的脸上，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整盘棋的终点其实根本不是要我们丢掉手机，反而是要让手机变得无所不在，只是我们不再需要一直盯着它看了。对，这就是关键。iPhone 仍然是这个宇宙的核心，负责所有的运算和连线，但 AirPods 和智慧眼镜变成了它的感官和声音。这是一个更隐形但控制力可能更强的未来，而驱动这一切的引擎就是台积电在台湾生产的那些小小的晶片。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未来跟数位世界的互动方式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就像你说的，我们靠耳机跟 AI 说话，靠眼睛看它给我们的资讯，而手机就静静躺在口袋里，当我们每个人的超级电脑？这似乎就是苹果正在打造的蓝图。一个以 iPhone 为中心，但互动方式更多元、更环境化的运算时代。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资料里提到，现在光是中国就有超过70家公司在做智慧眼镜，欧盟也已经开始针对这类产品的隐私问题展开调查。当苹果这样的巨头把这项技术推向主流时，我们需要决定的就不只是一个新起的电子产品了。没错。我们真正要决定的是，我们愿意让科技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去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一个超级有用的 AI 伙伴和一个持续监控的数据来源，这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随着这个未来越来越近，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开始思考的问题。